它每一个手指动态不太容易去概括成一块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每一根手指概括成一块。如果说你能理解到这一步，那么再给你一些技法，你就可以把手画得更漂亮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懂这个手部的基本体块结构。如果只是去抄照片的话，那照片变化太多了，你应对每一张照片，你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法理解方式，那你就会非常的被动啊。照片清楚一点，好画一点，你就能画出来；照片差一点，你就画不出来。但是有了这样的理解，不管什么样素材，在你眼里它都只是素材，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去进行一些美化、优化、改动。我们正冲着一个手背的时候，我们这么去概括：上宽下窄，然后在这边还有一个面，这一块是基本上相对固定这个形状，这一块是比较灵活的，是两个部分。这个手掌的形状就出来了。那么比较灵活的部分在哪儿呢？这个是手指部分，这是手掌指关节，这里是一个。然后这个是大拇指，大拇指对应的是第一掌骨，第一掌骨和其他4个掌骨方向不同，也就是说大拇指和手掌方向不同，大拇指这个位置比较灵活。然后如果说从前面看啊，这个手指冲着你的视线的时候，然后这几个手指呢，大概是这样子接在手掌的部分的。然后在它活动的时候，拇指这里可以动下来，上面它可以有这样的动作，你可以自己动一下看一下啊。第一个就是这个状态，第二张图呢就是这个状态，就是拇指比较灵活。正是因为拇指呢比较灵活，我们的手呢才会形成这种抓握的动作，可以做更多精细的动作。如果你想象一下，你没有拇指的话，你只会这样动，你的动态就比较少。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要考虑拇指的动态。你在编一个手的时候，拇指和其他手指它的动态是形成一个相对的角度。这一块是这里，这一块是这里。然后这个是手腕部的动作，我们在画手的时候也要考虑手的腕部的动作，你不能画着你的手正对着你的前臂就没有动态那种感觉特别难受，一定要考虑手腕前后的动作。那么有的时候呢，它左右也可以动。手这个关节啊，就是掌骨啊，掌骨呢下面构成的这个类似一个椭球形和桡骨形成的这个关节呢叫椭圆关节。椭圆关节有2个轴，之前我们说过单轴和多轴，这个呢就是双轴关节，它的运动方向就是前后左右，你自己感受一下。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一般是先确定你的手腕朝向，那么就好去接这个手掌了。那我接一个这个样子的手掌可以，那么接一个这个样子的手掌也可以，但是它不会转，它一定是冲着它的。它能前屈后屈，然后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几个手指概括在一起，这样呢比较容易观察，比较好看，也比较好画。整个手指的背部，它如果说没有特别张开的这种动作的时候，就可以概括在一起。然后有张开动作的时候，中间的2根容易概括在一起。在这里呢，我们把手指概括成这种薯条的形状。薯条大家都吃过吧？有这么几个面，它的体积感比较明显，所以呢，我们在画的时候也可以把手指进行这样的概括。只不过呢，比例上它要是手指的比例。这地方有一个弓起来的掌骨头，然后它是有肌腱跨越掌骨头连到手指，然后连到手背。所以说在手指上面，你可以做一下这个动作啊，看一下这个肌腱就比较清楚。这一条呢是指伸肌的肌腱，指伸肌
越过手腕，然后变成4根，分别连向这4个手指。这个大家一定要背过。我们在画的时候呢，也是按照这样的概括去把这个手分块，然后呢找一些手的素材，我们来画一下。看一下这2个，我们怎么样把它变成铁块？从手腕到掌骨头概括一个，这边是拇指，看完全都能够对应得上。这边有肉垫拢出来，然后这几个手指呢还是比较并拢的，所以说它的指骨啊、指关节啊可以一起去概括。大形呢就出来了，他手里拿着一个卷尺，然后再去分他的手指，这个宽度比例比较合适一点。就是分他手指的时候呢，你轻轻的去大概分一下，然后去比较这几根手指的宽度合不合适，可以随时调整。然后这根手指是比较伸直的，这根是朝下的，它们的朝向通过手指头这里呢就区别开了。可以通过啥来画呢？通过指甲，指甲也是表现朝向的比较关键、比较重要的一个结构。然后再来看下面这个概括的时候，就是主动的去找这个面，把这个东西背过之后呢，把它对应到人手上去，就要找这个面，不要被图片影响。如果你画哪个图片就只盯着哪个图片去画，特别容易看不出来它们共性。我们就是把共性的结构对应到不同的状态下、不同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找到这个面。然后从这里到这里，这个对应的这个面，拇指的朝向。这样就概括出来了。它每一个手指动态不太容易去概括成一块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每一根手指概括成一块，每一根手指的朝向，基本的朝向面。如果说你能理解到这一步，那么再给你一些技法，你就可以把手画得更漂亮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懂这个手部的基本体块结构。如果只是去抄照片的话，那照片变化太多了，你应对每一张照片，你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法、理解方式，那你就会非常的被动啊。照片清楚一点、好画一点，你就能画出来；照片差一点，你就画不出来。但是有了这样的理解，不管什么样素材，在你眼里它都只是素材，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去进行一些美化、优化、改动。然后再画一个啊，正常我们来画的时候呢，把这个手腕这一块盖上，手掌背加上拇指对着的这个面，然后手指。有了前期咱们上了那么多的这个基础课，应该对体块并不陌生。对于这个不同的朝向面，然后在分这个体积的时候呢，可以把轮廓的线稍微的重一点，然后中间的这根2个面之间的这个棱，把这个棱画细一点啊，画那个虚一点，别画太实。这样呢就把这个手概括出来了。然后在画拇指的时候呢，注意拇指的形状，拇指的指尖比较窄一点，在它的指关节的这个位置它比较宽，然后这个位置是比较瘦的，这个位置是宽的。这个是拇指的形状，和其他4根手指的形状它是有区别的，这个画的时候也要注意。然后从侧面看的时候，拇指这个指尖的这一节啊，远节啊，它这个还是比较弯的，弧度呢是比较大的。然后拇指的形状要注意一下，这也是形的特征，这些是体块的概括。下面咱们把这个画一下。